中国的食用油还没有外国的汽油干净，外国汽油不仅可以炒菜，还能直接喝。网上曾经流传过很多让人三观炸裂的媚外言论，像当年盛传的美国空气香甜已经够让人难以理解，可还有一位海外华人的离谱发言，荒诞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公开声称，国外汽油的洁净程度远超国内食用油。老外不光拿汽油烹饪做菜，甚至可以直接饮用下肚。说出这番逆天言论的，正是被网友戏称为慈禧太后的李娟，一位90年代国家出资培养出去的公派留学生。翻看他过往公开发布的各类观点，很多内容看完都会让人忍不住怀疑，这小玩意儿到底是不是刻意装傻的反串选手。巴以冲突爆发期间，面对以色列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事实，他不去反思战争带来的苦难，反倒抛出一套匪夷所思的说辞，声称导弹之所以会落到平民区域，大概率是中方动用大型磁铁干扰偏转了导弹的飞行轨迹才酿成的悲剧。除此之外，他还曾经发声要代替全体中国人向澳大利亚民众致歉，理由仅仅是我国军舰正常开展远洋航行，驶入了对方近海海域。但凡网络上流出抹黑国内的小道消息，他几乎不会做任何信息核实，第一时间转发并发布负面论调，完全不分辨信息真伪。时间久了，不少看透他行事风格的网友干脆开启直钩钓鱼，专门编造一些埋着文字梗的假消息试探他。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李娟几乎是逢饵必咬，10次钓鱼次次上当。不少人心里十分疑惑，能拿到公派留学名额，足以证明他当年是实打实的高学历学霸，怎么出国之后认知水平仿佛断崖式下滑？网友调侃，国家耗费资源把人送出去，最后反倒养出这样一个智商快速下滑的弱智选手。那么这个出国深造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呢？聊到这里，先讲一个小故事。早些年有一张北京西二旗地铁站早高峰人潮涌动的实拍照片，被外网账号盗图，谎称这是日本新宿地铁站，夸赞日本人的素质高等等言论。这条消息传回国内之后，有公知跟着附和吹捧，很快就有本地网友留言辟谣，点明照片的实际拍摄地点就在北京的西二旗地铁站。眼见真相被戳穿，这名公知立刻调转话术，阴阳嘲讽。可之后网友故意把西二旗翻译成日文，再度发给他，开启了第二次的直钩钓鱼。结果这位公知没有辨别出来，还兴冲冲发文批判国内，最后只能沦为全网笑料。事后很多人会把这件事安到李娟头上，但其实故事的主角并不是他。可李娟本人翻车的名场面比这个故事还要滑稽离谱。李娟是山东出生的60后，青年时代学习成绩十分拔尖，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在上世纪90年代争取到了国家公派前往澳大利亚深造的宝贵机会。那个年代公派留学有明确的契约约束，学成之后理应回国效力，回馈国家的培养。可李娟在完成学业之后直接选择滞留澳洲，为了顺利拿到当地国籍，她毅然选择和家人切割，连年仅5岁的亲生儿子也置之不顾。如愿拿到澳大利亚国籍之后，他彻底化身中文互联网上的反华舆论输出者，常年发表各类文章，不停要求国人自我反省，成了早期海外公知群体里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而慈禧太后的外号正是来源于磁铁干扰导弹的奇葩论调。面对网友铺天盖地的质疑，他丝毫没有收敛，还一本正经举例佐证自己的观点。拿国内磁悬浮列车举例，声称列车能够跑起来就是依靠终点安放的巨型磁铁。这番违背基础物理常识的解释让他彻底火出圈，慈禧太后的名号就此传开。你对这边有利的我就发我就推，有人说啊你这个谣言，我说怎么知道是谣言？你怎么知道是谣言？你说是谣言，你给我证伪，他没法证伪。虽然我也不能证实，但他也不能证伪。你不能够证伪，那我这就是真的。说到这里，可以顺带提另一位和他经历高度相似的人物李春红，同样是国内送出的公派留学生。出国之后直接和国内单位以及导师彻底失联，国内相关部门耗费大量精力四处寻找，最后才得知他已经在以色列定居结婚，改换国籍。这件事在当年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当初推荐他出国留学的老师遭到问责，甚至间接影响到后续寒门学子申请公派项目的审核标准。巴以冲突爆发，李春红的混血女儿被扣押之后四处求助，处处碰壁，竟然转头向祖国寻求援助，还说出一番极具争议的话：我现在是以色列籍，难道就说以色列籍你们中国人就不可以帮助我吗？我觉得帮助人啊，都就是人人的义务，都是义务，但不是说我说我现在以色列籍中国人就不可以帮助我了。
8个月之后，他的女儿得以获释，可李春红本人已经确诊癌症晚期，最后死在了他一心向往的异国土地上。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李娟这边，2023年末，那套汽油比食用油干净，可以直接炒菜饮用的惊人言论，再度刷新大众对他认知的下限。但这还远远不是他翻车的终点。网友摸清他不辨真伪、急于转发黑料的习惯之后，专门编造假新闻，虚构了一则 FBI 逮捕亚裔学生的故事。故事里母亲名字李吉元沙子，快速连读，谐音就是李娟傻子，配图还用上网络名人孙笑川的照片。这么多明显的破绽摆在眼前，李娟看都不看，直接原样转发扩散。等到被网友集体调侃之后，才慌忙删除动态。可删帖并不会让他吸取教训，后续类似埋梗的化名，诸如俺是弱智、真尼玛傻，他依旧照转不误。西方政坛出现热点事件，他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当年特朗普遭遇司法调查，网上流出一条编造的爆料，称一名叫乃木佳子的亚裔编造证词构陷特朗普。实际上，乃木佳子3个字拆开重组，正好对应李娟自己的名字，而他完全没有察觉文字圈套，兴冲冲转发这条造谣内容，拿着暗含自己名字的段子当重磅实锤传播。看到这里，很多人心里都会冒出一个疑问：李娟到底是头脑真的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以他硕士学历的知识储备，不至于连这么浅显的文字陷阱都分辨不出。如果单纯是为博取流量热度，以这样不断透支脸面的方式博眼球，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代价？结合他长期稳定输出特定立场内容的行为，更多网友倾向于认为这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认知问题，背后就是要完成既定的舆论任务。高学历本该是看清世界的工具，可到了李娟身上却变成了向外输送偏见的外衣。整件事回想起来，不由得让人唏嘘感慨。